关注大度，也白富。哎呦 ，Bro，What's up？ 来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啊！我早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买过了7999块钱的 Y9000X。前2年你们也知道了，拯救者在23款和24款的9000X 上面直接给到14000多的价格啊！但怎么呢？我被那个价格给 PUA 久了以后啊，这台25款的搭配的275HX 加5070显卡的 Y9000X。在叠加了国补减去教育补贴以后，11999，这个价格我居然觉得还挺香的。现在是我正常戴帽子的样子，但是当我掀起帽檐，当上刘海，是不是就增添了一丝智障感？这个就是我对 Y9000X 2025的初印象。无论它这个刘海里有多高清的摄像头，有多快的人脸解锁，有多方便单手开合，都不妨碍我在非诚勿扰的第一轮就给它灭灯。但是作为排名第632的科技区 UP 主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呢？把心态放平，先忽略第一印象。和他不知天地为何物的相处了236个小时以后，貌似除了他的这个刘海以外，我还真的挑不出任何外观外设上面的硬伤。这个白到极致的金属外壳，我真的很喜欢。你们看我最近很喜欢小白切，就知道是。它足够薄的机身和1.95千克的重量，加上拯救者家族目前我摸过最亮的屏幕和最亮的单键 RGB 键盘，以及为我这种内容创作者量身定制的高规格的接口，让它在这段时间里越用越顺手。除了触摸板接缝左右有公差，以及腕托有点割手以外，外观外设部分基本上找不到能够吐槽的地方了。哦，对了，扬声器，以前的拯救者，我甚至都怀疑他们的扬声器是不是和小天才是同一个供应商，真的太拉了。这台2025款的 Y9000X 的扬声器，咱们不说悦耳吧，但至少能听了。这里有个姑娘叫小花，长得好看又善良，一双美丽的眼睛，辫子粗又长。这个也许是游戏本领域的一小步，但是拯救者家族的一大步，领悟了，兄弟们。外观上面有个不算硬伤的点，我觉得还是需要提一嘴，那就是它的宽度。这台机器很薄很轻啊，就算搭配原装充电器，也只有5斤，柔弱的女生背起来也不会费劲。不过它的大臀扎实的婉拒了我所有能够装16寸机器的单肩包，甚至是我之前用来装了1年22款 Y9000X 的包也装不下它。问题就出在了这个突出不少的臀部，对比其他16寸的本子，明显它会宽很多，在买电脑包的时候需要注意。但是这个大臀啊，给它的散热是立下了不少功的。把机器放到野兽模式，开启独显之联，先测 CPU。Y9000X 在今年的轻薄全能本里面是唯一用了英特尔 U9 275HX CPU 的机器，其他机器都是 U9 的 285H， 所以 CPU 的单核和多核得分对比对手的优势很大很大。但同时它又不如同规格 CPU 的传统游戏本。打 MSPY 测试显卡14396分，就是笔记本端5070的正常发挥了，但是落实到游戏上，它的表现就很有趣了。凭借更强的散热，在我常测的3款单机游戏里面，它都领先了同规格的荣耀 MagicBook Pro 16、2077，甚至和5070 Ti 几乎要差不多了。网游部分就非常变态了，我测试的 CS2 和英雄联盟都直接干过了5070 Ti 的机器。Nobility 生产力部分用 PR 导出一个5分30秒的4K 视频，耗时135秒。视频导出是更吃显卡性能的，9000X的表现中规中矩吧。Lightroom 导出104张调过色的2400万像素照片，只用了96秒。这个软件导出的时候很吃 CPU 和内存 ，Y9000X 的表现非常好。单烤 FPU 10分钟稳定在了106瓦，单烤 GPU 10分钟稳定在109瓦，双烤10分钟55瓦加96瓦，在自定义模式下拉满风扇后能够跑到75加100瓦的宣传功耗，性能总体来说就是在意料之内，但是又藏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啊！拯救者终于找到了 Y9000X 的定位了，那就是2000克以内最强的轻薄全能本。但这一切也不是没有代价的，那就是人耳位置的噪音来到了50分贝，以及键盘最高温来到了50度，这2个 debuff 一叠加，在6月份简直是酷刑。但是，拯救者2年前发布的这颗 C170充电头拯救了拯救者。我本来买它是为了给我的荣耀的那个 MagicBook Pro 16当 U 片线的便携充电解决方案的，但是
搭配在它身上才算是真正的物尽其用。因为用 C170可以开到它最强的野兽模式，再跑了一遍 2K 分辨率的游戏，居然和原装适配器没有任何区别哦！视频导出和修图导出成绩也几乎没有区别，甚至 R23测试 CPU 多核性能还超了原装适配器，简直 unbelievable。更离谱的是，用这颗充电头的时候，它的风扇非常的克制，键盘温度也降下来了，加上机器才2公斤出头的重量，完虐了原厂的大砖头。我甚至想不到有什么场景还需要这个大砖头了。就在截稿的这一天啊，拯救者最新的C245的氮化镓适配器也出来了，但是 C170已经能够提供这么强的性能了，然后更轻、更小、更便宜，我甚至都不想拆它的包装了。所以，祥子哥，求求你了，给你的这种高端机器标配这种氮化镓充电头吧，真的销量至少还可以再好一个23.75%。最后总结一下它，时隔3年，我再一次用上了 Y9000X， 它在外在的质感和体验，在目前来说都是同价位的顶级。对比幻16 Air 或者是荣耀 MagicBook Pro 16这些同类型的全能本，它的 CPU 性能优势非常明显，拯救者总算是回头了。我这台国补减2000，交易优惠又减1000块钱，11999落地的。个人觉得还行，但是如果它是14000多的那个价格，那真的需要仔细的考虑一下的。对它的下一代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先砍上刘海，然后触摸板面积再增大一点，扬声器再好一点，那基本上控制在2公斤以内，就还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 Y9000X 了。最后我还是想呼吁一下，我3年前就呼吁的事情，就是求求联想了，你们做一台14寸带独显的小钢炮吧。现在能打的小钢炮就只有华硕系的天选 Air，还有幻14 Air， 你们也不需要去干啥，就直接按照这台机器的模具，给它等比例缩小到14寸，然后给它一个285H 的 CPU， 配一个5060或者70的显卡，总功耗再降个30瓦左右，那其实也是很够用的。同意的兄弟们，给我扣波1。那么 OK， 这就是我对这台拯救者 Y9000X 老朋友啊，在我手上10多天相处的感受了。如果你们觉得这期视频拍的还不错，对你们有用的话，不要忘记了对这期视频点赞3连，最好再关注微博，这样子我就会更火的，这期视频也会被更多的人看到的。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好玩好笑有骚气的科技数码视频的话，记得关注大图一夜暴富。Remember。